关于哈尔滨在马路边上烧死这个事件，他的家属在持续发声。昨天的话，我做了一个视频，说是公安局做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但是没有详细的一个细节或者是证据让人信服。昨天的话是哈尔滨平安哈尔滨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是有做了进一步的声明啊，也回应了我之前做的一个视频，讲的说是汽油从哪里买，还有沿路的一个视频监控有没有具体的证据，说明详细的细节。今天的话是有了进一步的一个发布，我这边给大家稍微解释或念一下。这边是关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曹某涛烧伤身亡调查情况通报，讲的是5月8号的时候有报警说是有报警说是有出警记录。5月8号13点45分110接到报警，说是有人烧伤。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曹某涛35岁，是抢救无效身亡，然后还有一位伤者女37岁，右背部和右肩2度烧伤，50命危险。这个曹某涛的父亲是在道里区综合执法局这边违规占道刷车，然后没收了一个水泵，然后他们父子俩怀疑是同处的一个摆摊同行发生矛盾，且在当时不在场的一个张某和，绰号大盒子，与网传的大盒子并非一个人的一个举报。视频和微信支付这是重点，因为有具体的证据了。视频和微信证据、微信支付记录和证人证实，5月8号10时41分，也就早上，曹某涛，也就是受害人烧死这个人，曹某涛于新华区新华镇胜利加油站购买92号汽油16.75升，先将汽油加入自带的塑料桶中，放于车后货箱，剩余汽油加入其驾驶的黑 AL559灰色福田小货车。11点19分，到了启程超市购买了2个防风打火机和一个普通的打火机。然后下面是证人证言。下午的13点34分，曹某涛下车，拎着装有汽油的塑料桶前往事发地，找张某和，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大盒子，外号大盒子这个人，与之发生争吵。曹某涛将汽油泼洒在自己身上及周边，这是重点。泼洒自己，也就是这个受害人自己泼洒到身上和周边，然后以及正在刷车的卢某秋，也就上文提到的张某和的妻子，上来劝解。张某和就将汽油桶从曹某涛手中抢下，并移至10米开外的地方。曹某涛呢，就将卢某秋搂住，在卢某秋挣脱中将手中打火机点燃，这是重点。致2人不同程度的烧伤，经对比，在现场提取和打火机与曹某涛在超市购买的一致，打火机和汽油桶盖验出的 DNA 经过对比与曹某涛一致。此外，据执法记录仪、120工作记录仪记录、120急救人员出警民警询问及在场目击证人证实曹某涛是自己点的火。下面一段才是更加的一个重点。医院急诊室视频显示，事发时未在现场的曹某涛母亲韩某英对曹某涛说：“他儿子烧的，他听到没有？”也就是说，这个死者的母亲跟这个人说，讲是对面的那个人的儿子烧的。曹某涛点头，其母又对曹某涛说：“听见没有？他爹把着你，
他儿子往你身上倒，他爹把着你往你身上浇的汽油，他儿子点的，知道了不？曹某涛点头，随后，曹某涛之妹曹某录制的网传视频，相关内容与事实不符。经查，曹某和的儿子当时并不在事发现场，因为这个是有一个视频记录，视频记录的话也符合我们大家的一个逻辑猜想，因为有图有真相嘛，大家是不是？这个是符合客观逻辑的，不以人为转移的。经出警民警120急救人员及现场目击证人证实，现场曹某涛未被绳子捆绑。因为我上一集的视频讲了，他的妹妹在视频里讲有他的一个手腕有绳子，他也讲了他是被绳子捆绑的，所以说这边做了一个说明。现场曹某涛未被绳子捆绑，刑事技术部门现场勘查未发现现场有绳子残留物，检验鉴定未见绳子捆绑痕迹，网传绳子为烧焦的衣服残留物，在调查过程中未发现涉恶线索。2022年5月15号，也就是讲这边已经是发布了一个相当详细的一个说明了，有现场的视频，有他的一个购买记录，这个是很难作假的，因为如果有提出质疑的话，如果是受害者家属提出质疑的话，也可以提出，就是在诉讼的过程中，也可以向法院提出要求要播放相关的一个视频内容，但是显然这个警方是掌握相当的一个证据，所以说的话，这一件案件是平息了，但是我觉得，人性之恶啊，为了讹钱啊，这边我也被误导了，但是我觉得，在外在的一个第三者来看的话，正是因为人民群众有这边性本善，才能有打抱不平嘛。因为往往有各个地方之前是有相当发生恶性事件的。假如是说没有网络的曝光，我相信相当大一部分恶性事件会被当地政府所掩盖。所以说我是赞成网络曝光的。再一个，警察对于一个案件的披露也不够真实。第一份披露的一个报告说明也没有像这一份详细。有人说了，说警察办案或者是网络披露有一个流程，但我觉得网络的这个披露结果，我觉得第一时间就要扑灭。像这份报告就蛮详细的，我们不要是主观的一个几十字的报告，像这份报告的话有提到时间地点，客观的一个记录、视频、支付证据等等，这才是重点，这才是要警方披露的内容。所以说我希望中国的警方更快速的对于网络的舆情有进一步的回应。好，这就是哈尔滨烧死男子的事态的进一步后续。好，谢谢。